姐姐离婚后住在妹妹家，她觉得妹夫有问题，就给妹妹出主意说：小妹，你得考验考验刘强。妹夫刘强是一名公司采购员，有时候会出差。姐姐给妹妹出主意，要在妹夫出差的时候，让妹妹打电话说自己病了，看妹夫能不能立马抛下工作来陪她。妹妹说：姐，我相信我要是生病了，刘强他肯定会很担心的，他也会想办法尽快回来照顾我。但是没病装病的话，不等于是捣乱吗？这样不好吧？你懂什么？男人不能放养，你就得时不时给他一点紧张感，否则时间一长，他会越来越不在乎你的。再说了，我这办法不是让你测试他能不能回来，主要是看他被你叫回来之后，发现你是装病，会不会生气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哦，那要是他生气了，说明什么呢？他要是生气呀，说明他心里没鬼，但是爱你的程度还不够。要是他不生气呀，应该是很爱你，但也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外面有人了，心里有愧。啊？妹妹心里话说，合着反正都没好事呀，这个。姐，我看算了，还是别做什么测试了，怪麻烦的。姐姐马上就说，现在嫌麻烦，到最后吃苦头的是你自己。可妹妹没等她把这话说出口，早已经离开沙发，到厨房去做饭了。姐，你先看会儿电视吧，我赶紧做饭，刘强已经下班了，一会儿该到家了。这位妹妹名叫辛静，姐姐叫辛凡。辛凡原本婚姻也很幸福，丈夫陶刚开了一家广告公司，收入可观，人也本分，很顾家，还懂得体贴妻子辛凡。有一回陶刚接了个大工程，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，辛凡就问：老公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是不是烦我了？没有啊，为什么烦你呀？不烦我，你怎么最近总是晚回家？以前可从没这样过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接了一套大活，工期紧，任务重，质量要求还高，我必须亲自盯着点儿。辛凡听完没说什么，但他还是不放心。结婚3年了，也没见你接过什么大工程，就你那么个小公司，也干不了什么大工程呀。看来我得亲自去瞅瞅。于是第二天找个理由，辛凡就忽然到陶刚的公司去了一趟，可以说是突然袭击。一看呀，陶刚果然非常忙，按说这回他该放心了吧？没有。几天后，陶刚正在室外施工呢，忽然接到辛凡的电话，说他病了，肚子疼得厉害，让陶刚马上回家。陶刚赶忙给工人交代了一下，就风风火火回了家。结果辛凡说自己并没有生病，只是想他了，还做出一副娇滴滴的样子，搂着陶刚的脖子就亲。陶刚内心虽然有些不愉快，但是见妻子这么热情又温柔地对待自己，他也没有发火，安慰了辛凡一番。事后陶刚嘱咐辛凡说，老婆，以后可别这样了啊，咱这日子好好的，不能跟小孩过家家似的瞎胡闹。这次这套工程都是在室外做大灯箱牌子，我必须亲自监督才行，否则有个一差二错的，可能几年赚的钱都不够赔的呢。好了，人家知道了。嘴上答应的挺好，可没过几天，辛凡还是觉得应该再试一次。如果这次陶刚能够第一时间回家来关心我，并且不生气的话，那才说明他足够爱我。按说陶刚对辛凡还真是可以，接到电话又是急急火火回了家。可没想到辛凡竟然又一次诓骗了他。这次陶刚强压着怒气，还是没有发火，转身就要回工地上去，又被辛凡一把从背后抱住了。辛凡的身子很软，体温很高，可惜陶刚没有心情跟他搂搂抱抱。正想掰开辛凡的胳膊出门呢，手机来电话了，一个工人从3米高的梯子上摔到了地上，摔断了腰椎，造成残疾。真应了陶刚那句话了，几年赚的钱不够这一次赔的。
后来陶刚为了翻身，就更拼命地接工程赚钱，几乎不怎么回家了。辛凡受不了这种被冷落的日子，主动提出离婚。离婚后，辛凡不但没有反省自己，竟然要让妹妹辛静也测试丈夫。今天没说通，过几天他就又做妹妹的工作，一连几次，弄得辛静没办法，只好点头同意试一试丈夫刘强。这一天，刘强出差了，辛静当着姐姐的面给刘强打电话。一听说老婆病了，刘强二话没说，乘坐当天的飞机就赶回了家。进屋知道妻子辛静没病，只是测试他。刘强不但毫不生气，还高高兴兴请辛凡、辛静姐妹俩去吃了一顿麻辣火锅。辛凡悄悄对辛静说：“小妹，刘强的表现不正常，他肯定有事儿。”过了些天，在辛凡的再三催促之下，辛静第二次测试刘强。这次刘强还是很快赶回家来了，但当他得知再次被骗之后，很是生气，当时就摔门而出，搬到外边租房住去了。辛凡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小妹，我没说错吧？他上次完全是装的，就知道他有问题，现在不回家住了，说明在外边早就有人了。”辛静听了姐姐的话，把头一低，苦笑着说：“姐，我心里很乱，最近工作也比较忙，反正刘强他不在家，我想到单位住一阵子，你帮我看好家啊。”说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他也出去了。等人家夫妻俩都搬走了，辛凡独自住在妹妹和妹夫的大房子里，感觉空落落的。一晃过去了几个月，辛凡每次给妹妹打电话，辛静总是说工作很忙，匆匆挂断电话。辛凡哪里知道，从第一次测试刘强开始，辛静早已经跟丈夫商量好了。刘强2次都是假出差，回家后无论是高高兴兴请吃火锅，还是生气离开，都是人家夫妻俩安排好了的。两口子在外边租了一处房子，天天过二人世界。这一天，辛凡正无聊的在客厅看电视呢，妹妹辛静来电话了：“姐，我跟刘强和好了，现在我怀孕了，打算请我婆婆过来陪我们一阵子，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”“什么事儿呀？”辛静把姐姐辛凡请到她和刘强租住的房子里去住，自己和丈夫刘强搬了回来。几天后接来了婆婆，然后便等待着预产期的到来。